沈博阳正式被移送起诉，全球通缉令已在路上。赖清德当局还在琢磨解放军为什么静默，却不知海警的登船临检已成死命令。平潭的迎宾大厅都建好了，这不是演习，这是实质性统一的降维打击。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出瓮中捉鳖的收网大戏。今天这第一出戏必须得从那个即将沦为丧家之犬的沈博阳说起。这个家伙在岛内那帮妄图分裂国家的人里面，算是个极其嚣张、极其能蹦跶的黑教头。他从美国混了一圈，拿了个洋文凭回台湾，扭头呢就搞了个叫黑熊学院的野鸡组织。这破学院天天干啥呢？就是给岛内的年轻人洗脑，教他们怎么拿着扫把、木棍、弹弓去跟解放军打巷战。说句扎心的话这不就是拿着人家的孩子当炮灰，给自己换政治筹码吗？他在外面疯狂的散布分裂言论，煽动两岸的老百姓对立。这家伙干那些勾当，那真是铁证如山，罄竹难书是花生米都是正常的。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在去年的10月28号，咱们重庆市的公安机关正式对沈博阳进行了立案侦查。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家伙不仅不知收敛反而是极度的猖狂。他觉得自己手里面攥着绿营的铁饭碗，背后呢有美国干爹撑腰，竟然跑到了德国，甚至跑到了法国的国际刑警总部大楼前面去拍照打卡，搞什么行为艺术来挑衅咱们。他天天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叫嚣，大陆的法律对我无效，我安全的很，你能拿我怎么着？咱们就像看傻子一样，静静的看着他表演。你跳，你使劲跳，看你还能往哪蹦多久。果然就在今年的3月10号，重庆警方正式宣布案子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了。大伙儿算算时间从去年的10月28号通报到今年3月10号，整整134天在这130多个日日夜夜里，重庆公安机关掌握了堆积如山的铁证。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极其解气的细节，我们获取的这些证据绝大部分都是台湾省人民自己对沈博阳揭发检举的。这叫什么？这就叫天怒人怨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都是第一手材料，有人证有物证，板上钉钉。咱们把法律的硬刀子在这4个多月里已经磨得雪亮了，吹毛断发了。下一步那就是法院正式起诉宣判，然后下发全球通缉令。到那个时候，这个家伙不管跑到地球上哪个国家，只要他敢下飞机，迎接他的就是当地警察冰凉的银手镯，然后直接遣送回大陆受审。他在国外绝对是不安全的。那有人问了，他要是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这一辈子都在台湾岛内，就安全了吗？答案同样是大写的否定赖清德当局若敢包庇这个通缉犯，那就好办得很。咱们完全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直接来一出入岛击凶。大陆的执法人员拿着逮捕令，直接去岛上抓人。各位，抓捕一个沈博阳绝对不仅仅是抓一个罪犯那么简单它是国家对台湾地区行使完整司法管辖权的绝对体现。这就是两岸走向实质性统一的一个极其显性的标志性事件。他告诉岛内的所有人中国的法律在台湾的这片土地上同样好使。当然了，法律的刀子既然已经磨好了，那必须要配上军事实力的铁锤，才能彻底砸碎那些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3月15号，据台防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里，解放军出动了整整26架次战机，进入了台海周边活动。其中呢，有16架次直接从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域贴着台岛的脸就压过去了。最狠的是什么？水面上还有7艘军舰在那儿严阵以待，搞海空联合演练。那对于咱们前阵子战机减少巡逻这个事儿岛内所谓的安全部门是怎么一本正经分析的？哎呀，大陆这招太阴险了，他们这是在深度伪装，故意制造一种放缓对台威胁的假象。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骗美国人，让美国人觉得台湾现在很安全，从而减少对台湾的防务支持。最后呢，逼着国际社会接受大陆对台湾的政治主张。听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这简直就是晚期的受迫害妄想症啊！我只能说，这帮人啊，真是够戏精的。咱们的飞机军舰天天去串门，哎，你像个怨妇一样，在国际上是哭爹喊娘的，说咱们侵扰你。好，那咱们稍微歇几天，搞搞内部维护保养，你又跳出来说咱们这是在制造假象。那合着咱们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面对这种满地打滚的做法咱们只有一种办法，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用实打实的铁拳教他们怎么看清现实。哎，不过呢，我今天倒是得稍微表扬一下岛内这帮顽固分子，因为在他们那通胡言乱语里有一句话他们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还真给说对了，那就是今天的美国确确实实已经实质性的减少了对台湾所谓的安全防卫的支持。但是各位注意了，美国人减少支持绝对不是因为上咱们静默的当，而是因为他们力不从心了，他们的底裤都快被中东的拖鞋军和东欧的烂泥潭给拽掉了。今天呢，我就给那些成天做着美梦的顽固分子送上一个噩耗，美国正在准备战略放弃台湾。大家别觉得战略弃台就是美国人立马从亚太撤军，没那么简单。所谓的战略放弃不仅仅是指在这个军事上不敢，也没有能力直接下场跟咱们硬碰硬了，它还包括在这个经济层面的妥协和退让。哎，比如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通过一些象征性的全面制裁来给自己找台阶下，假装自己介入过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最要命的大前提，赖清德你听好了，美国为了自保将不得不也必须要认可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方式。为什么？因为实力的天平早就倾斜了呀。美国人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当他发现保卫台湾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台湾能带来的利益，当他发现如果在台海跟解放军开战会导致整个霸权瞬间土崩瓦解的时候，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把台湾当成一个破抹布一样扔掉。所以呢，近期台海为什么会形成一股真空期？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大部分都是技术性的操作。那比如咱们的部队要进行集体的盘点，设备的检测，再比如各个兵种之间要磨合新的战术体系，保证在未来那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指挥系统绝对顺畅，绝不掉链子。但是这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外部干涉势力可能发生的战略转向，咱们在做相应的极其深远的战术调整。这个道理极为简单，大白话就是再极限的武力威慑也不如最简单粗暴的实际控制来的实在。咱们以前呢是秀肌肉，告诉他们我能打你，现在咱们是要直接伸手过去，告诉他们这里我说了算。下一步对台岛的失控大戏即将震撼登场。我敢这么说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就在近期，国家相关部门给大陆海警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全面加强对台海相关水域的管控。大家注意这个词管控，这可不是说去巡逻一圈就回来，这是要去当这条街的警察了。这个管控的范围不仅仅是包括金门、马祖这些靠近大陆的近海海域，更可怕的是它直接指向了接下来的台海周边核心水域。我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台海绝对会爆发一个标志性的热点事件。什么事件呢？那就是大陆海警极有可能对那些企图向台湾输送武器的外国船只进行强制的登船临检。你美国人不是要卖武器给台湾吗？你运武器的船不是要经过台湾海峡吗？好，咱们的海警船直接靠上去，大喇叭一喊停船接受检查，你不听水炮伺候，再不听直接强行登船。大家别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实际上早在2年前，大陆的海警就已经在台湾海峡强行登上了一艘游艇，进行过登船临检了。那当时岛内是一片死寂，连个屁都不敢放。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台海失控的具体体现这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台湾海峡是中国人的内海，这里的规矩中国人自己定。另外，福建平潭的硬核建设也在稳步进行。大家可能平时不太关注平潭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
平潭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那叫真正的一衣带水。就在去年年底国家相关部门宣布了一个极其重磅的消息，福建平潭新一轮的封关动作正式进入了攻坚阶段。包括这个政策怎么落地，项目怎么建设，业态怎么布局，这3大板块的工作正在以冲刺的速度全面推进。啥叫封关？用大白话解释就是在平潭岛上画一个圈儿，然后在这个圈里进行特殊的免税通关政策，把它打造成一个超级自由贸易区。这背后的信号简直是太刺眼了。你想想，平潭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大的动作是为了啥？这就是为了两岸统一，在做前置性的硬件安排只要两岸一统一平潭呢瞬间就会变成两岸连接的绝对枢纽。咱们国家做事向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咱们连统一之后，台湾同胞回大陆做生意、过日子的过路收费站和迎宾大厅都给提前建好了。这说明啥呀？说明统一的时间表早就排得满满当当了，容不得半点拖延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连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咱们国家在台海这盘大棋上早就不跟他们玩那些虚头巴脑的口水战了。咱们现在玩的是阳谋，是步步为营的实力碾压。赖清德、沈伯洋，还有那些做着分裂美梦的跳梁小丑们，你们的好日子真的已经到头了。那20天的静默不是咱们心软了，而是咱们在磨刀，刀磨快了才不会拖泥带水。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对即将面临全球追捕的沈伯洋，你们有什么想对他说的？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